其实那部戏有让我有一点吓到，拍戏原来是这么恐怖的。你是说明顺恐怖还是很恐怖？全听你说。我们已经要开始了，但是我还在这边看他的所有的资料，这资料姐一定要背得好，出场才会有气势。可以进场了吗？来，欢迎黄思甜进场，穿得好美哦哇！你的裙会不会太短？我们有东西给你盖住。说实在的哦，我现在这样跟你正眼对看。我们在公司常常见到面，但是如果说聊天或者什么，完全没有。完全没有。那我就要姐姐要背一下你的历史了。好，就是你今年才26岁，出道6年，连续6年就抱走了最受欢迎女艺人，连续6年一出道就一直拿。然后她的这个社交媒体的粉丝人数有286000人。姐姐不知道写多少心灵鸡汤才可以有2.6 like。你随便抱一只狗在那边煮饭，都有2万个 like。请问你不怕你的肚子被油给炸到吗？这是我们导演担心的。这个真的不是刻意穿成这样子去煮饭，这个是刚刚好，我刚运动完，然后其实这是我运动的一个服装。拍这张照片，我老实说只是为了拍照而已，我并不是真的想要炒鸡蛋，因为那个时候疫情在家里，觉得要不然就是做一些比较不一样的东西 ，update 一下我的社交媒体。那由此可见，思甜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人物。你的出道大家都知道是校园美魔王，对，19岁，然后让阿 Ben 他们在学校找到你。是的，其实它是一个很偶然的一件事情。当时在读跑力的时候，就是误打误撞被阿 Ben 找到。可是那时候他只是跟我说，他缺了一个人玩游戏，他希望我可以凑个人数，他希望我可以帮忙凑个人数，因为他现在差不多要开始拍了，可是人数不够。我就说，哎，刚好就是可以不用去 lecture， 然后又可以尝试一下蛮好玩的东西，然后又可以看一下明星，就是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当演员或什么的。本来是想去当空姐，要不然就是想去活动策划公司上班。你们都很爱骗人。真的，我真的没有骗人，我真的没有觉得没有自己会当演员。我不行，因为我是一个不敢去参加，就是可能我没有入行，如果会有什么选秀节目，我是没有那个勇气去参加的。你为什么？你是觉得自己没有才华？对，没有啊？对，因为其实我也不是说特别会唱歌，我也不会跳舞，然后你要我表演什么？你可以胸口碎大石啊。帮小狗做运动啊！当时可能没有想到。你在这之前，你本来就是一个网拍模特儿嘛。其实就是赚一些外快，因为那个时候刚好朋友有开一些网络店，然后因为其实那个时候对一个学生来说做网拍是很好赚的。多少钱？其实那个时候是1个小时35到50之间。穿几套衣服？他可能每一次的拍摄就是可能2个小时到2个小时半，不管几套，只算时间。对，算时间。那个时候的拍照跟现在做艺人拍照，你觉得两者之间有什么不同？之前拍网拍的经验是完全用不上，因为在拍网拍的时候，衣服才是重点嘛，你不是重点嘛，就是你要卖那件衣服啊。也对。对，所以你摆的什么姿势啊，什么 pose， 遮住脸这样。因为我怕我太美抢过衣服，就是得把那个衣服展现出来，就是你的脸不是重点，就是你身上穿的衣服才是重点。然后可能入行之后，你要做的事情反而不一样，就是可能衣服是为了衬托你，衣服是为了帮助你，然后要拍的焦点跟重点是你嘛。所以你可不可以示范一下？真的假的？当然啦，因为姐姐也是模特儿出身的啊，我也懂啊。其实我之前在那个拍，我要站起来做吗？可以，我也要学。就一下裙子比较短。对，我其实之前做网拍，就是如果我可以坐下来吗？因为差很远。就是如果说我要卖这件我要卖这件衣服的话，其实如果说我要卖这件裙子跟这件外套，我就不可以遮到它。
所以我一定要很表现出来。其实网拍的动作都是差不多蛮一致的，要不然就是你手插口袋这样子。然后网拍永远都会有3个不同角度，就是你一定要看左边。然后左边可能就这样子，然后你要看正前面，然后其实你是手插个腰，然后一定要看到裙子跟衣服，要不然就是然后再转一个旁边，然后可能看一下后面这样子。哦，好专业啊，好专业耶！对，就是我要买，我也是要看这些，对。对，其实网拍其实就是这样子，可是如果今天是艺人啦，如果你要拍 cover， 今天艺人的时候，可能其实这些东西我也是从刚开始入行学习，可能他会有一些比较不一样的 pose， 可能就是说你的外套可能就是要这样子，然后要穿一半这样子，然后这样子，然后就会，然后有些 pose 可能就是得要坐下来啊之类的，然后。就变成你的性格决定你的 pose， 然后你要不然就是拍照的主题决定你的 pose。这个也辅助你到你在成长，你看你一路飙红的这个阶段，上这么多的杂志，这么多的访问。老实说，我看到的你每一张 pose 跟你每一个的这个封面或者是拍摄，都比你本人漂亮。谢谢你，我觉得会不会得罪人呐？我觉得真的很棒，你刚才已经看到那个气势。我觉得这样是好事，因为大多数人都是看到我的照片，不是看到我的真人。也对，真的有一种人就是刚好就是你就是很上镜，很上相，然后我看你拍摄的每一样东西，就觉得哇好美，好高，身材很好。这个也是辅助你要一路飙红的时候的一个辅助器耶。对，所以我觉得照片上好看是优点，优点。的确是优点啊，的确是优点，你不用美颜吧？还是要啦。你承认 OK 好。我也是有用那个的，我是要多少一点。哦，你蛮老实的哎。哦，我真的觉得没有什么好不老实的这个。就多少要修饰一点。一定要啊。我平衡多了 ，OK， 但是本人还是很好看的。你那个架势，你那个气势还在，因为是艺人了嘛，你一路飙红，你进入了演艺圈，我们说你就是一个误入丛林的小兔子，可以这样比喻。第一部戏跟明顺瑞恩演的，主戏不在我身上，是可是也不太算是一个很容易演的角色。其实那部戏有让我有一点吓到，拍戏原来是这么恐怖的。你是说明顺恐怖还是很恐怖？时间恐怖。OK， 这样子 OK。时间恐怖，因为我记得我有一天就是我拍到半夜3点，然后我隔天7点要化妆。哎，明明RunDown上面就是说到晚上11点嘛，为什么可以拍到3点？那拍到3点，隔天的时间不会挪后或者什么吗？基本上就是没有。然后其实那一天我有一点恐惧，就是其实我根本没有睡到觉，其实那个精神是非常非常累。然后我其实长这么大，我也没有吃过这种苦，也没有尝试过这样的精神上面的折磨。其实半夜3点其实还没有拍完，可是导演就说，那好了，我们今天就先到这样子。然后可能拍到尾，我等到3点其实也没有拍到我。然后我就说，啊，那我其实那时候我搭德士回去的时候，我是在想，哇天哪，那真的这件真的是一件我可以做的事情吗？如果要长期要这样子，而且那部戏也不是说一部轻松喜剧，它是一个蛮沉重的戏，就是演一个精神分裂，然后你可能要歇斯底里啊，你要哭啊，你要喊啊，你要发疯啊这种，所以那个时候会有一点吓到。当然，你心里的反应跟你的错愕无知，或者是专业的这些问题，你都是向谁去诉说？没有啊，没有诉说，没有跟你忍下来。与其说忍，其实我不太知道我要跟谁说，所以那个时候都是算了，走一步算一步，走一步算一步。所以这个时候，你旁边的搭档明顺、瑞恩他们看得出来吗？他们有没有给你一些鼓励啊，或者是信心？其实我整部戏学习就是跟着明顺大哥学习是最多，因为我跟他的戏是最多的嘛。然后他也是希望演我哥哥，他是希望我们2个人默契可以好，所以他其实跟我分享很多东西。他有跟我说一句，就是每个人都会经历这种事情的。然后他没帮到你啊。然后他就说那风凉话。真的就是，其实也是对，每个人都会经历这些事情。可是他只希望我把心思放在演戏上面，就是在片场拍戏的时候，先把自己的专注力跟自己的精神放在这场戏上面。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就是硬着头皮，先不要管这么多好了，先就是
无论怎么说也好，先把这部戏拍完再看怎么样。然后那个时候其实也是出了很多问题啊，就是可能你达不到导演要的要求，或者是你跟瑞恩演戏的时候一些 NG，然后你自己压力就会非常大，然后瑞恩就会跟你说没关系没关系，可是你自己压力就变超级大，然后你就逼车自己，会不会？其实我觉得我是抗压能力蛮强的一个人，我也是一个很容易适应环境的人，这点我觉得算是我的优点。可是那个时候可能年纪也还小，很多时候加上戏种的关系，回到家其实你都会自己哭，因为演的戏太沉重了，然后又不够水。说经过那一部戏的磨练之后的你的心得是，你想离开，还是你觉得拍戏真的很好玩？我觉得其实当下拍逆潮的时候，会觉得可能不适合我，可能我没有能力做。可是有另外一件，我不知道是缘分也好还是什么也好，然后我接下来就紧接拍动荡的年代。然后其实我中间是没有空档的，就是可能我逆潮剩下最后10场戏，然后我就得过组去拍动荡的年代。那这2部戏的差别太大了，因为那部戏戏份真的很不重，然后是汤水妹是一个很简单的人物，她就是一个很单纯、很快乐，然后一个很直接的人物。反而去拍那部戏的时候，会发现原来很好玩。然后那个时候在槟城，可能就是拍个2天，然后休息1天，拍个3天，休息2天，然后就到处去走走啊，去槟城吃啊、喝啊，然后去看看其他东西啊。所以就在那个时候完成你空姐的梦想。也不是，也不是，因为我自己是蛮喜欢槟城，因为我妈是槟城人。对，我妈是槟城人，然后其实那个时候就自己是一个很爱槟城的人嘛，然后刚好就是可以跟家人见个面啊，就是我在马来西亚的家人啊，要不然就是去吃点好吃的炒粿条啊。所以我们现在在讲拍戏吗？对不起，因为玩的时间好像比拍戏时间还要多。对啊，你告诉我你在槟城干嘛？玩什么？哦，对，然后可是问题是那个时候变成心情很放松，然后每天都带着一个非常放松的心态去片场拍戏，反而出来效果就是好的。结果出来大家都说唐纯美演得很好，而且演得很自然。也是那部戏开始听人家说，其实思婷可能蛮有天分演戏的，可能她可以演戏。那个时候是第一次觉得人生中好像有一件事情是自己可以做好的，因为我从小到大是一个我什么都会尝试，可是我什么都不是做的特别好。我不是说我读书也不是念的特别棒，人生也没有大目标，也没有大目标。然后你也不是说唱歌很好听，可以参加绝对 Superstar， 然后你也不是说会设计什么东西。可是我也觉得没事，我人生也过得挺开心的，我也没有什么很大的目标要去完成。所以也就是说，你看起来很有个性，家庭背景又好，然后又有做网拍，又有做什么，可是你是一个胸无大志、没有计划，对，走一步算一步的一个人。对，你会不会觉得你走红得太快？会啊，真的，你这么老实啊？就是很多人这样子跟我说的，也不是。其实当时的我，你不会这样子去觉得啊。谁不想红？你跟我说。这句话老实。谁来这边做善事的呢？对，我就说我不想红，我不想人家认识我。那你，你真的一路就很顺遂，就走红很快，每届都拿，然后影迷、粉丝一大堆，喜欢你的人就一箩筐的多。我觉得我的那个状况是这样子，我觉得是天时地利人和，刚刚好，好像所有东西都发生在对的时间，然后对的机遇。当你身边会有爱你的人，就是不认识你的人愿意爱你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到底自己做了什么会值得拥有这些爱，然后其实是一件非常感动的事情。就像你们说的，就是一切发生得很快嘛。那个时候跟伟忠一起入围最佳新人奖的时候，我一次过入围3个奖项，我自己都不敢相信，怎么会事情发展得那么顺利？所以你真的是处于一个真的假的，然后可是你的表情让人家看不出来吧？真的假的？其实我是非常兴奋的。我现在的我看回去说，没有拿这些奖对我来说是应该的，因为自己都其实没有做得特别好。现在管制期这段时间就在家里看了自己的戏，然后觉得自己没有演得很好啊。当初是凭什么觉得自己可以做得很好？凭什么觉得自己很厉害？我觉得这也是成长的一部分吧。他们跟我讲说，26岁的 Carrie， 他对金庸小说是倒背如流，是一个怪咖，从小就爱金庸。
然后对这些人物角色到处问人家，你认识金庸吗？你认识郭靖吗？你认识黄蓉吗？你对他们有什么看法？我问这些问题的时候，我才12岁呢。你怎么会去看那些古书呢？你怎么会迷恋这些东西？就是这样，其实我爸是金庸的头号粉丝，因为我是独生女嘛，然后我爸很喜欢跟我分享，因为我爸以前读那些书，我都会觉得我连你在读什么，然后他都会跟我说这些故事，我觉得耳濡目染吧，从小。这个书我也试着去读，如果你说是古书，你爸那个年代的，我读不懂嘞。其实那个书是后期，我先看戏，对我是先看戏，然后看戏之后慢慢。中文比较好了之后，才把那些古书拿出来看。所以，因为我小学的时候就已经看了蛮多金庸的古装剧了嘛，比如说《射雕英雄传》啊，《神雕侠侣》。所以那个时候我去学校的时候，跟朋友聊兴趣，我都会去问他们，我很喜欢看，就是我说，你们懂不懂谁是郭靖、黄蓉？然后因为我很喜欢讲中文，我朋友都不喜欢讲中文。好喜欢，对，所以。他们就会觉得我很奇怪，他们觉得跟我搭不上话。他们看的那些可能都是一些英文卡通片啊，还是什么？我已经不记得我小学的时候哈什么东西了。可是我就是哈一些比较另类的东西，所以那时候也没有人可以跟我聊上我的兴趣，所以变成我是在小学变成一个很奇怪的人。肯定奇怪啊。对，然后也长得很高，又瘦瘦的。那个时候我也没有绑压嘛。你有没有带照片来啊？我看你长得多怪。我有带照片。我的那个非常好笑，这可能就是小学，这可能已经是小学，不知道6年级还是5年级的时候吧。你长得真的很普通哎。对，这是我小学的时候。你小学漂亮。长坏了，长坏再长回来。对，你小学漂亮，然后长歪就会长歪掉了。长歪再长回来。也是，我女儿也是一样，小时候很可爱，然后中学的时候长歪掉，然后又再长回来。对这是我在更小的时候。哦，你是没底的，你是忽然间长歪了一下下，还戴着眼镜。以前也没有双眼皮，双眼皮是后来才跑出来的。不是割的吧？没有割。完全没有，就连出来的。对，不会骗我吧？没有骗你，没有骗你，没有骗你。可是因为你的另类的这个阅读习惯跟人家不一样，也因此造就了刚好误打误撞进了演艺圈之后，你一直想演古装吗？对。就今年就让你演了一部重头剧，对，好棒。穿越剧。对。明侠、明一。我的女侠罗明一。我可以24打都打不到一个。我跟戏剧组真的没有缘，监制不要骂我。然后他刚刚才在那边写字，明侠罗明一，我会被戏剧组给打死，请你们自己24打出这部剧的名字。我是锦衣卫，我只为朝廷效命。追寻多年前赛某公到过的地方。看了游记里的景象，可是我一生的志愿。很难得我们新传媒几年了，10多年可能不拍古装剧了，然后这次你们还去到横店，圆了你那个演古装戏的那个梦想，真的爽吗？爽，非常爽，一个字爽，就是好玩，不想回来。当时我到横店的时候，我很感动。我开镜典礼的时候，我非常非常感动，然后我会有一点鼻酸。我说我可以站在这里，我真的要谢谢非常非常多人。你一直会想跟自己说，你一定要努力把这个角色演好，要努力拍好，再怎么辛苦你要把它做好，因为其实真的是太感动了。是，而且我知道你很怕高，在那一部戏演古装一定要掉挖牙的。对，我觉得可能拍完这部戏，我现在没有这么怕了吧？我觉得，因为有些事情。我自己觉得，你不敢做，你就硬着头皮做，然后你做完之后，你可能觉得，也没这么难，就是不管3、7、21，就先做才打算怎样。你没有时间怕，就直接跳下去再看怎样，你做就是死而已嘛。当时我在崖边要跳下去的时候，我就是有这种想法，因为那个崖很高，
然后其实替身已经帮你试了2次，可是因为你没有亲历感觉到那个，然后你看下去，其实那个如果有什么意外，真的是没办法的，你不死也残废了。所以你就忽然站在那悬崖旁边，告诉自己 ，OK， 我现在不怕死。我为了这部戏，我也想试看，人生总得你也没有说跟自己说不怕死，你一直跟自己说 OK， 那个 machine 没有事的，不会坏的，很安全。其实我也会一直问五指，我也问他们这个没有，应该是 OK 的吧？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你只能把你的信任去交给你身边这些人，你才可以去做这件事情。然后你下过1次之后，你是下那1秒，你会觉得你的心掉到谷底，可是你上来之后会觉得，哎，原来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原来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感觉，然后你发现你自己可能跳个4、5次，你的恐惧其实少了很多很多了。或者你还不止跳1次，你跳4、5次，然后顺便把自己的高恐症给治疗。我跳非常多次，对。你是顺便去玩这样？把班居加密吃过玩一玩这样？就是当时有问导演，然后导演这样可以正面拿到一个 shot， 就是你这样子，那个镜头在你前面，你这样子下去，因为你就不能交给替身。你如果一搞不好，你就是含鸡饼了。对啊。由此可见，我的女侠罗明依这一部戏呢，可以说是王思田他圆了他的一个梦想，而且他竭尽所能的把这一部戏真心的是卯足了全力去拍好。我可以说我尽力了吧？对，尽很大的力，现在也正在播映当中。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多的去支持我们金传媒，也很久没有拍这种古装剧，也算是一部大制作，也拍摄的蛮辛苦的，需要大家多多的去鼓励、去支持。是的。所以你在这一部戏里头，听说你还交到了另外一个新的好朋友。7日舞。奇怪了，你们怪咖跟贵咖都会变成好朋友嘞？我其实也不知道，完全没有想过会跟他成为好朋友。你觉得他是一个怎样的人？他怎么说也是长辈嘛，前辈嘛。第一次讲话就是第一天开拍的时候，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就是非常的正式，五哥早安，然后就开始拍戏之类的。他其实也是话不多，其实话不多跟比较难接近，一直是我对他的印象。可能这部戏真的拍太久了吧，拍半年那么久，然后可能在这半年来每天这样跟他相处，他真的不是一个这样的人。他是一个怎样的人？他就是一个很风骚的人，我觉得。会吗？对，等一下哦，其实我跟那个You也是从很冷漠到最后，他挺会开玩笑。对他非常会开玩笑，开玩笑，而且他的笑话都是黑色笑话。是他贴心吗？他主动吗 ？As a friend， 你觉得他是一个？他非常贴心。他做过什么最 sweet 的事情？我记得有一天就是我们拍完戏，坐车回饭店的时候，然后我就看到窗外就是横店的那个夜市，有一个网红街一个夜市。其实我很小声的讲，然后我说哇，外面有人卖冰糖葫芦，我说我很想尝试冰糖葫芦，我没有吃过冰糖葫芦，其实也没有人回我，我自己也忘了我有这件事情发生了。隔天呢，我有拍，我跟徐斌有拍，然后阿武他没有拍。我们回到饭店的时候，然后我回房间的时候，有人来敲我的门，可是那时候我在洗澡嘛，然后我的助理帮我开门。然后他说外面没有人，可是有人掉了一包冰糖葫芦在外面，在我的门口。其实我看到那个冰糖葫芦，我就知道是吴哥买给我。为什么？因为当天还有徐斌那个傻蛋啊。没有，他不在车上。那天在车上下班的只有阿武跟你一起下班啊。他这么疼你啊，这么有心啊。对，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他是白薇就吃醋啊。不会吧？他对我跟徐斌非常细心。其实我觉得整部戏来说，我要蛮谢谢他的，因为毕竟。他是唯一一个有拍过古装，就是很常在横店拍戏，然后拍过很多中国片嘛，所以他对这些经验会比较多。所以当时演一个古装人，我自己也会有压力，因为我会很谨慎，就是我不知道古装人会怎么去反应。就金庸上身就好啦。你有金庸底的啊。对啊，也是可以这样子讲，就可以从书里跟戏里看过的一些经验放进去。可是问题是你还是得自己创造出你属于你自己的角色啊。可是因为拍罗密依之前，我可能放太久的假了，然后可能有一点 lost touch 啊，忘记怎么演戏，也是我觉得可能有点生疏，一直在找感觉。然后那个时候就很不敢动，然后做什么讲话可能就是不敢动，然后就一个姿势去表演这样。然后那个时候武哥就有提起，他就说他觉得没有不好，可是可以更好。他说拍戏不是为了达到那个点，是怎么去达到那个点。
怎么去达到那个点，有100种不同方式。可是我们不要走最安全的那一种，我们要让别人意想不到我们会走这种方式，所以才可以擦出一个比较不同的火花，让大家看到不一样的默契。所以那个时候他其实有给我一些不同的方式让我去诠释同一场戏。非常幸运是我们需要有一天是 test shoot， 因为我们用3架机，所以需要调那个颜色跟那个位置，所以刚好我们就是趁机用那个 test shoot 的时候去 run 一下我们有些戏要怎么去。所以他就会跟我说，那你现在不要以名医去演这场戏，你以黄思甜来演，不要进入角色，你以你自己来跟我演。我照着他的话去做了一遍，那他会问我你有什么差别，然后其实我当下会觉得会比较轻松。他说对了，因为你就是你嘛，所以他说古代人其实也是人，你又知道古代人不会有大动作，你又知道古代人一定会很言行很端正的去把这件事情说完或什么东西说完。对，就是我觉得也是因为他提点我，然后我才会回去再重新看一遍，然后再重新去想一下，到底明一是一个怎样的人。不错哦，啊，我给你很多启发，而且刚好那个刚 key， 你愿意听得进，也不一定每个人讲你又听得进我。说实在话，你叫徐冰讲看看。我也是会听啊，徐冰，我会听哦，我会听。是真的要刚 key， 而且刚好，他的那个，我觉得缘分吧，缘分，对。所以他给了你很多的启发，在这部戏，我觉得你们擦出了很多的火花，用了很多心思，最重要就是要得到观众朋友的认可。入行到现在，有没有哪一部戏是让你吓到的？吓到除了逆潮之外，后期吓到就是118吧。吓到你哪里？拍太久了。多久？我入行6年，118拍3年，我一半的时间都在拍同一部戏。在118里头，好处是说那时候新人来讲很保底啦，保底3年合约，保底红3年，保底3年有工作。其实118是2个系列嘛，第一个系列真的非常非常棒，然后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的一个平台，给一些新人来说，对一个新人进场拍戏，然后也遇到一些很棒的朋友。可是问题是到系列2的时候，会觉得突然间拍到很累，不知道自己的角色到底是往哪里走。每天其实也没有想任何东西，然后每天就是看 run down 第121集23场，然后就看，然后就是这样子演，然后每天都是过着这样的生活。久而久之，你其实重点已经不在拍戏了，你其实想做别的东西，麻木了。对，你其实已经不觉得兴奋了。其实我会觉得很恐怖，其实我很喜欢演戏嘛。然后你有一天会觉得这样东西不再让你兴奋，不再让你觉得你很渴望去做这件事情，或者想把这件事情做好，那种想法对我来说是非常恐怖的。就对谁来讲都是一样的。对我自己感觉也不好，我觉得我都不想做这件事情了。现在我觉得够了。你可以去抗议吗？你但凡碰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啊，你会去提议出来，还是给那个脸色？就是我不会说特别就是。我不会做这种事情，可是有时候我会很容易的把我的不耐烦表现出来。可能我的一些表达方式跟沟通方式，有时候我是控制不了我自己。然后你想表达自己的意见的时候，你都是以一个非常直接，可能有时候会间接伤害到别人的感受。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学问，就是你如何去表达你自己是一个非常大的学问。所以就因为这样子，听说我们的监制。老板龙敏还找你去喝过茶。那个是在拍那个动荡的年代的时候，其实我有一点不太记得片场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可是问题是在片场就跟导演一些小冲突，然后有一个最后的 ending 的反应，我跟导演就是意见可能不太一样。我可能觉得我需要难过，导演觉得我需要生气。然后我就会问我为什么要生气，你知道？可是导演可能他们心里有一个画面说，哦，我这样子拍是对的，可是他们很难去把那个 flow 跟你讲，你为什么要生气？所以那个时候可能就叫你做你就做啊，可是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啊，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就是说，因为你一定会有一个原因你会生气的嘛，然后因为我自己的原因，我会觉得我会难过，所以我会为什么？可是我不是在挑战那个人，我是真的在问为什么。我没有恶意，可能我就是讲话太直接或太冲，我就会直接为什么，然后可能就是造成一些小小的不愉快跟冲突。口气上面呢？为什么？
会不会是在口？你问他讲为什么啦？我就是演，我就是刚刚那没有，个，我就是演一次给你看，对就是口气方面。为什么你那个 Andy Show 生气，为什么？ OK 啊，没有，我是不 OK 啊？你看他们都觉得不 OK，你看。你叫我再讲一次，你叫我讲说一凤那句话再讲一次。问梦，我是不是更欠打？我是不是更欠打？为什么？我会很多，但是就是一定在这个地方，为什么就是一定有所抗拒，有所疑惑，所以那个为什么不可能这样？凤姐，您是凤姐，可是当时的我只是一个20岁刚入行的小妹，你知道吗？也为难呐，好，我也为难。对，你一旦到了这个为什么，一定是大家的立场全部在不同，理解力不同，你总不可能一个评判讲为什么呢？我想。你这样子就没有说服力，你不用问我为什么 ，OK，it's OK。你演完我会告诉你，所以你那个为什么，你一定要有人解释的时候，你必须 punch，你不可以讲说，哎，为什么哈？笑了，会有人理你才懂。我们在讲为什么的时候，其实也是有心理反击的，对吗？对，可是我觉得，如果以一个刚刚入行第2部戏的一个新人来说，如果你这样子去问一个导演，导演的心态可以是有很多种，他们会有时候会觉得，可能你现在是质疑我的看法吗？还是你凭什么去质疑我要怎么做或什么？如果对我的立场，我是真的想听一个解释，你只要告诉我，我可能就会演出来给你看了。那其实龙敏有跟我说，你自己为什么没有去想想有什么原因可以让你生气的呢？就是当下那场戏的反应。他说，每一个人一定会觉得是难过，那个是每一个人第一件会想到的事情。他说，他现在给我一个挑战，就是说，他希望以后我无论演什么戏的时候，当别人有不同的意见，或者是当你自己有不同的意见的时候，你去想想，除了这样的表演方式，还有什么不一样的表演方式？那个是给你自己的挑战。当一个演员，作为一个演员的挑战，如果你去质疑别人说不是这样的，一定是这样的，那你只可以演一种啊。那当时他是用以这种方式来跟我说，说服你啦，对，安慰你。然后那个时候对我来说，我听起来就觉得，哎，这个是一个挑战呢，这个是一个让自己可以当一个更厉害的演员的挑战。我就说那好，那我以后就试试这样子做。听说他一见到你的时候，他给你的跟你的第一句话，他像命师一样，他问你第一句话就是你是不是独生女？对，因为他有说过，其实因为他女儿也是独生女，然后他说他其实看到一些相似的地方，就是有一点霸气，一点点的不大能够换位思考，比较往自我中心，自我中心，对，自我中心，被父母呵护着长大，对，然后要什么有什么了，从小到大，容易出社会造成跟人家沟通不良，对，然后就是那种反社会人格。哈，你真的全认啊？我没有很严重了，多多少少可能会有一点，就是叛逆型。我觉得，我知道你应该有那种感觉过，就是有一股火在你心里从肚子烧到这里来，然后你那个时候吞不下去，你就是一定要出来，那个火一定要爆，然后你不爆这个火，其实你不会去想后果。对，你也不会去想你什么后果，你当下就 I don't care， 我现在就是要做，对。然后我觉得这个就是叛逆啊，你就是有一种叛逆的心，你就是要赢，你什么都不要，你就是当下你一定要做，你就是不想输，你就是不可以退一步，然后爱面子啦，什么都好，不能输啦。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好的一个个性，因为最后后悔的都是自己的。Yes， 永远都是自己。是甜啊，是甜。你26岁，我听到你这么容易、这么快就把这些东西都了解了，我替你感到觉得很 ，I'm so proud of you， 而且你不容易呀。我到了40多岁也不一定。我还是会现在，只是慢慢，就是也要看你遇事或遇人的情况。还好有些你碰到的都是好人，然后说的话又顺你的耳，刚好听得懂，也刚好我身旁也类似，一定会有一些有类似这样的人，因为你也知道思甜因为长得高，她的脸就有一副贵族高贵的气息。谢谢。高的人看人容易是这样看你的。我的天哪，我的天哪，你懂吗？所以你懂吗？所以你走路抬头挺胸，你不穿高鞋，然后大家忙碌碌进出，所以你的眼神会让人家怕你。然后你在那边等衣服，什么时候你的脸啊，你只要摆在那边这样。哦，对啊。OK， 可以走了吗 ？OK， 好，走。
就这样，人家就会觉得，哇，那个臭脸又来了。对，你有听过这样的吗很多次。 ？Oh my god！ 我们讲话怎么那么大声？听说你现在已经学会了道歉。其实我觉得最难说对不起的，对我而言就是我爸妈。我那个时候，我其实想消失，我想消失在人群中，就是我不希望有人认识我，我不希望有人记得我是谁。